好，大家好，现在有声音了哈，有声音了哈，刚刚忘了开哈，有声音了吧？现在有声音了哈。好，大家好，现在有声音哈，大家好，我是什么？我是阿红啊。我是偷刀的。哦，那个没声音应该是金英老师的诅咒，他就故意让我那个没声音，他就要走这一段，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这个邪恶的女人。好，有声音了哈，来哦。这个礼拜啊，本来说老师明天本来要去中国内地啊去出差一下的，好把些事办一办啊，但是呢后来取消了，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啊太冷了，冷到我受不了了。台湾这几天都有点冷了，台湾还真的是有点冷，然后只是晚上啊，就是一定要穿个外套出去。那呢本来要出去了，跟一些贵客联系好说我要出发了，他们就说老师要多穿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们那边比较冷一点。我说比较冷，我看一看，接近0度，那就比较冷一点嘛，那是很冷好吗？所以说想到了，我就觉得我还是当我的南方大地瓜好了，我就不出发了，我怕冷，我没办法接受那么冷，好吗？好，有声音了哈，来，谢谢各位好，来，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内容比较多一点哈，那偏向于我老师的跟各位的想法哈。那开始之前，老师来说一下哦，那个我们的榴莲批算了，好，大部分95%都已经交案了哦。那放心，我们这次的榴莲呢，老师用了比较用心的方法，所以老师花了很多时间呢，来去让自己的流程优化。所以说呢，这一次的榴莲呢，讲的是比较详细一点。那有一个地方各位要去注意哈，老师一直跟各位讲，我们的流年啊，年本身呐，啊，它包含4大运，包含了12星宫，也包含了我们的那个大运啊。都是以那个4柱8字来去做运算的，所以说它的论法是以8字的精神跟核心去算的。那为了彰显制作，我们各种方法把它糅合在一起啊，不会偏向一家之言呐。所以说我们的流月跟流日啊，流日就不说了哈，流日是比较简单的，它就是一个比较公式化的东西。那流月的部分啊，它是以紫微斗数啊，流月流周是紫微斗数啊，这2个运都是紫微斗数去做判断的，我们做运算的。那么紫微斗数啊，它是以月亮为基础的，这个我们老铁都知道。那紫微斗数既然是以月亮为基础的，那么它的计算的日期一定是用农历去计算的。那既然是农历计算了，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遇到闰月的时候，它一定会重复，好吧？那叫做复盘，这个东西就会产生一个误解，就是说老师不是说把上一次的复制下来忘记改啊，不是，是闰月的时候，那就是一定照本宣科的把上个那个本月的，比如这个2025年是闰6月嘛，那你正6月的跟闰6月的结果会一模一样啊，因为我它就是算法出来结果同一个星宫，你跑不掉，就是一模一样。但实际上会不会一模一样呢？这在学术上面呢会有一些争议在啊，就有一些呢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啊，就会有可能是产生怎么样呢？就是它会像原本的本6月啊，跟你下个月的7月这2个运势会糅合在一起。那这个有些人觉得比较像本6月，有些人感觉比较像本7月。那这个啊，就是会有一些这个什么紫微斗数它的一个怎么样争议点所在。那么这到底都一模一样？人命不可能一模一样。我上个月吃的跟这个月吃的不可能一样，我上个月气温跟这个月气温也不会一样。不过那个6月跟7月应该是7月跟8月应该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判断呢？各位想放心，我们有时运曲线。时运曲线啊，它就会规避上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各位看时运曲线啊，它就比较不会是它这一条横线啊，不会它都还是会有变化。所以说呢，你的6月跟7月的时候啊，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时运曲线流年那一块啊，看2个月的一个轴心在哪里啊？这个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但是呢，这个东西它原本就是紫微斗数的一个小小的，该算是缺点嘛，就是一个盲区啊。毕竟闰月这个东西啊，你是没办法规避的。那明年的话，我们可能就采取另外一些方式来去加强运算哈。老师已经规划好明年我们要给各位怎么样的去做运算了。那只会一年比一年更精粹。那老师觉得啦，今年你还没有报的，还是报一下，因为老师认为啊，我今年的流年啊批的还不错，我自以为还感觉批的还不错了。那也是希望各位能够是说早点让自己知道各位明年的一个运势这个是比较好的。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点灯的服务点灯服务本来应该今天跟各位公布的，但是老师遇到一些技术性问题，比如像刚才有人要报榴莲的时候啊，发现我们的网站上不去啊，就是因为我们位于美国的一个主机服务商啊，他在做我们的那个什么资料库就是数据库它的一个更新啊，最近很多的年底了，其实很多个公司他们都更新，中国的阿里云我们那边也是做更新。所以说就导致我们的一些的设计好的一些表单啊什么上不去
最后上不去啊，那就可能会延迟。所以说我们大概是礼拜三啊，我们在做1月份的生肖运势解析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报名表。我们的法会举办日期啊是2025年的1月25号，所以放心，我们时间一定是充足的，好吗？为什么开始直播的时候都没有声音？那是我忘了去调那个我们直播设备的那个声卡的问题哈。非常的那个去广东、广西、海南、云南也可以，还可以，云南不错啊，云南其实我觉得很好。如果我是养老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一个什么西安或云南哦，那个养老真的蛮不错的，不是说只能养老啦，我是觉得那边住得很舒服，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的内容哈。那首先来看我们要去一开始我们前面的时间我们不要谈到经济的部分。首先各位就知道哈，那个老师对每个流月我们都会建议你这个我们的金融投资方向。那么无论任何事情老师就跟各位讲哈，你不要去投资虚拟货币。当然有人会说，老师那比特币前阵子不是涨翻了吗？对不对？从前2年的从4万多块、3万多块一路涨到现在已经最高点到10万块的那个10万块美元的一枚这个比特币。所以老师你怎么说它不能投资呢？这个你不能拿这样的时间去看因为它的波动是极其巨大的，而且它是完全的是人为炒作的，因为它本身并没有法偿效应。你不能拿比特币去任何一个地方你买一个面包，那是不行的。它只有像郁金花球的那个球茎一样，它是完完全全泡沫化的一个东西，也就像中国冬虫夏草一样，它是一个没有任何的经济价值，它对这个世界一点帮助都没有，它也没有人为它背书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甚至它连黄金都没法跟它挂钩，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跟虚拟货币、区块链去做挂钩。它即使它一直跟我讲它是一个未来的趋势，我相信它是未来的趋势，技术是未来的趋势，但是它的货币不能够成为未来的趋势。为什么？因为它本身没有法偿，它没有背后不代表任何的经济活动。它就是一串数字而已这个是你去买它的出事几率是比较高的。你看这个比特币从这个4、5年前，那一样是从7、8万块一直跌到3万多块，那时候爆仓的有多少？而这一次我们看到它涨到10万块美元，但是呢，它又杀回来了杀回来了，它被清算的那个杠杆要去掉了，各位要去杠杆原因在这里杠杆去加上去炒比特币的，对不对？一天之间你清算了552亿元有59万人爆仓。所以说，为什么跟各位讲这个东西是你要去特别注意的？第一个，你就是要停损停利，对不对？第二个，你就是你不要炒虚拟货币，它可以让你突然有钱，也可以让你突然的什么都没有。这个是很正常的。你以为爆仓都是小散户吗？我告诉你，也有人看到说现在正是时候，特朗普要上台了，他要去当虚拟货，把那个比特币当成他们储备货币了。听这些风声，我告诉你，那都不可靠，都不可靠。那绝对不可靠的，因为特朗普他是一个生意人，他会放这些假消息出来，那也是为他自己名下可以有些操作的空间。但是身为美国一个政府America， 他们不可能把美元以外的货币成为他们的一个储备货币，然后那个是不对国家来讲那是不可以被允许的一个事情就像马斯克他说变成效率部部长。效率部部长，你等于是没有用的部长，你跟一个虚设的部长，跟台湾的那个资政一样，对，总统府资政一样，你有建议的权利，但是你没有任何行动的力量。所以是说，这效率部他既不能够裁美国任何一个官员，也不能裁到任何一个部会这是做不到的，因为这个美国所有的一些公务员，他是依据宪法保障，你不能够乱裁，而且你要参议院跟众议院都要核准这个有争议，为什么？因为谁人背后不是一座山这个是有问题的事情。所以比特币它整个杀盘，然后杀下来之后其实造成了很多投资人的一个危机。那这个危机其实我们要看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回到重点是看到美国。美国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它的一个经济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一个经济。这个事情它其实这是其来有自的。那我们前面我们先稍微说一下。美国的经济它就在应该算是近年代的所谓的新自由主义他们是兴起他们一个怎么样？政府越少介入，然后让公司呢能够越快的发展，也就是小政府大企业这个方法让我的自由资本主义可以尽情的去发挥。这个能不能带来好处？这个绝对是带来好处的。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就是万恶的一定要毛主席万岁，没有这回事。我们就说他这个事情绝对是可以短期之内可以触发掉人可以怎么样拿这些东西尽量投资，然后促进经济活络。
但是凡事都是要有在一定的制度跟规划之下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老师说这样的事情呢？因为你这个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简单来讲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你要让这些企业尽可能的获利。尽可能获利当然是好事嘛，因为企业它本来就是为了获利而存在的一个组织，它不是为了去报效国家，它也不是为了照顾工人。所谓的企业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要压榨劳工，争取利润。这2个地方之下之外，还如果可以的话，那么也要尽可能的逃漏税，各种能够创造钱的盈余的状况之下，他们要尽可能去追逐。这个是一个企业它的核心道理，能逃漏税就逃漏税，说白了一定是这个样子。你不要跟我讲我都奉公守法去纳税，那是因为你逃不掉，你能逃你逃不逃？你能够少缴一些税，你要不要少缴？肯定少缴的，你不要说不可能，那一定是会想办法少缴税的。那么劳工可不可以给他们薪水越低越好？就跟他讲使命感，对不对？不要跟我讲钱，你来上班是为了钱吗？上班不是为了钱，难道我为了孝敬你吗？当然是为了钱啊，对不对？为了前途啊，是不是？但是呢，他们就会告诉你是说你这个东西你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你自己家里幸福就可以了，我给你一个稳定的生活，那么你就给我效忠给我，我要去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就会做成什么呢？做成一个类似一个大型庄园的社会。这个我们在过去一直提到。美国的经济跟欧洲的经济，他们所要营造出来就是一个庄园式的经济，他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制造一大批穷人。这其实跟中国的封建社会也是一样的一个心态，因为一个庄园主，他一定是要建立一个封闭型的三角形的金字塔，他才能够稳固的站在上面。要稳固你不能不稳固，对不对？一定要稳固的站在上面。它下面不能够有太多的一些犄角，对不对？你让它各自发展，然后大家都很活络的话，那是不是这个就变成一个很不稳的基础？所以是说，所有的一个资本主义或是一个广告行销，或是任何的一个经济的控制，都是为了确保什么？底层一定要大量的穷苦人员，就像中国的封建社会无论是宋元明清到现代近代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一样，它要确保最下面那一层的百姓，你是为了要活下去，永无翻身之力，所以说你要尽可能的为顶端的人去卖命。我们讲一个最简单一件事情，过去给你田，让你变成一个佃农，让你拼命的去耕田，不让你识字。这个在我们的封建时代，无论是欧洲无论是美国，无论是中国，或是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你不要学太多的字你也不要去思考，你就懂得耕田懂得耕田，然后信鬼神，然后崇尚君主，那就可以了。对不对？你只要能够耕田，那什么事都不要管。当我需要你去服徭役的时候，你就过去卖你的力气这个是最理想的。那么时代换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佃农了，我们都变成一些转换成各种不同经济模式了。那么政府或者是其他的企业，为怎么样能够确保我最底下这一批人都是穷鬼？怎么做呢？很简单，我让你背房贷。这个是美国的经济学家跟欧洲的经济学家都有研究出这个样的结论，就是为了要控制百姓，你几十年都要必须任劳任怨。你不要跟我讲一些你的创新想法，你不要跟我讲你一些很好的 idea， 那些事情都不是你该想的。你该想的事情就是就是耕田，不然你考科举你要证明你对我有用。那其他事情，请你不要异军突起，你破坏到我的权益是不行的。为了这个状况，所以说你必须要背房贷。所以说，其实这几十年，老师不要说几十年了我们讲老师当老师的一个过程将近20年的状况，其实看了很多的很命格，我看了真的是数千张的命盘肯定有嘛，我都做10几年了，没有数千张，没有到1万张啦，应该没有1万张吧但是数千张的命盘也都已经看过了。那么数千张命盘里面看出来，难道都是一般的平头老百姓吗？那些都是没办法发达的人吗？一定会有发达的人，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发达？其实他们回答了就千篇一律，老师不是我不愿意，而是什么？那个时候我要考虑到我小孩子孩子还小，还有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呢？我要去缴那些补习费，然后我要缴房贷，我要缴车贷，我要缴父母的孝养金，我很多的东西我不能够轻易的去冒险。那这样的想法对不对？绝对是正确的。你真的是劳苦功高，为了家庭，为了幸福美满，你做的事情绝对是正确的。但是这就是别人给我们下家的压力，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不断缴房贷的压力。所以说，不缴房贷的人，你不是一个好员工，因为你会懂得反抗。
这在中国不是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短片都有嘛，对不对？这个员工请进来，他居然没有房贷，没有结婚，太可怕了，是不是？这种人太可怕了，随时随地都给撂挑子不干了。对不对？如果你真的娶到一个有妻子有小孩，而且他背了沉重房贷的，那么哪怕你给他低于行情的薪资，他可能还会说谢谢你的大恩大德，感谢你赏我一碗饭吃，我下个月的房贷有着落了。有什么呢？过去的农奴到现在变成房奴，几十年你都跑不掉。所以房贷从20年、30年、40年，到日本还有终身贷，代代相传，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来的。他必须要确保中下组织的社会一定会要有些人终身都必须成为低下阶层。那在这个低下阶层状况之下，会不会有人因为我买了房子反而我发财呢？有，当然是有。它一定是基于人口成长期。为什么人口成长期呢？就是因为你的金字塔里面生下来下一代的人把你拱上去，所以你房价是不是就涨起来了？像台湾，对不对？你上一代人生了小孩，你到下一代是不是你要在买房子的时候，你继承可能有点困难？为什么有点困难？因为你继承的房子可能30-50年了啊，那个房子可能破了，对不对？那可能就不好去做。那么我就只能我要买新的房子。那你买新的房子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要有土地从其他人的地方去拿过来啊？中国叫拆迁，那我们台湾就是地，就是去街上去买你的地。那这个状况之下，你是不是就营造下一批的奴隶，把你往上，把你之前那一代的一个房奴或者说地奴把你撑上去？所以说，在人口正增长的时间，你买房子会赚，那是只是把你未来你子女的钱先拿来花哦，子女下一代了，不要说子女了，有些不生的不就好了吗？就下一代的钱拿去来花。所以是说，人口成长期的状况之下，前面先买房的人，他一定比后面来的更有利，而且他有可能因为这样子形成了什么？形成了阶级的提升，因为下一代把你提升了起来。那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像世界各地都是这个样子。但是一旦你的人口停止增长了，那么你原来第一代的房子或者你的资产，你就得下沉到你下一代。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没办法再得到了这些资本利得。比如说什么？比如说韩国、像日本很多地方的城镇，有些开始边缘化，甚至无人化的城镇。好，这个其实我们这 YouTube 上面很多嘛。你去很多日本呢，比如中国有鹤岗啊，日本还有什么叫什么正川啊，还是什么的哦，他那边就是很多人慢慢，然后还有鬼怒川那边哦，全部的人都没有了，那都撤走了，撤到都市里去了，乡下的房子没有人。都没有人，像中国还有很多地方是废村的，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这边开发完了啊，可能就是有危险，不然就是你矿区的资源采完了啊，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说就为什么？因为人口你已经没有成为大量增长的时候，你的需求就没那么高。所以说你说买房有土斯有财，它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那是因为在我们的中国的历朝历代下来，都是人口正增长的许多，所以说有土斯有财，你不但可以耕田，你还可以盖房子生娃，没有问题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一个事情。所以是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啊，我们就说可以知道，他一定要去有底层的人去负责贡献你自己的劳力，然后为这些金融、为这些组织、为这些经济也去提供贡献，这是必要的一个地方。那第二个问题就在哪里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的企业要去增加你自己的获利，那是怎么样？你就要形成一个价差空间。价差空间形成有2个要件，第一个就是你比别人更新啊，比如是说那个苹果手机吧，啊，苹果手机啊，它就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当别人还在用 Nokia 3310的时候，他就开始研发了智慧型手机。智慧型手机一出来，那当然苹果就长红20年，对不对？有20年吗？应该有快20年了啊，差不多快20年了，应该有了啊，就改变你整个手机的一个生态，它就赚了20年的钱。为什么？因为我得到这样子你们所得不到的东西，我就有这个利差。然后像在韩国也是一样，韩国他们的三星集团他们搞的也是什么？也是搞的是要做一个生鱼片理论，就是我先提出去的东西哦，先收割市场一波之后，然后我后面再慢慢的折价，用迭代来去赚钱。所以说它叫有利差。那第二个利差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成本差。成本差就是说我的劳工很便宜，但是我卖的东西一样贵。这就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讲的，企业你要获利，你就必须压榨劳工，不压榨劳工的企业不是好企业。
我们讲很现实的一个东西，不要跟我讲老师你这个要社会价值，要提供正能量，正能量是要提供，但是我们讲这个社会现实趋势的时候，我就不能够哄你，对不对？哄你我就不是陈老师了，是不是？所以说企业基本上你就要压榨员工，把他的产值压得越高，你拼命给我加班，拼命给我提供劳务，然后呢，我拼命想办法压低你的薪水，压低你的奖金，压低你的什么该有的东西，我尽量压低。那么我的获利就被提高了，对不对？那早上那个每个人克扣我们几千块，有什么意思吗？你一个人几千块，如果你1000个员工，你一个人克扣他1000块，那对不起你就增加100万的获利了。应该是这样算吧，哈，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写，对不对？那对企业来讲，当然是获利至上啊。对了，我开公司本来就为了赚钱啊，不合理吗？超级合理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你就必须去造成人工的一个价差，人工价差的状况之下，那么当然我们人力成本很重要，人力成本很重要，就要去想哪里人力成本最低。所以过去在美国，我们看到了它有一个非常先进的工业体系。我们看一个最标准的吧。好，虽然老师这个年纪啊，其实在过去都知道，底特律是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汽车工业都市。像去美国的人呢，他们很常常去底特律去参观，包含了一些台湾做生意的人。做开工厂的人或是一些去考察美国机器的人，当时快30年前了，你要去美国都要看底特律因为他们的一个经济蓬勃之发展福特啦，还有什么各大车厂华头台的那个地方，所以还有什么他们的一个这个福特，还有一个什么忘记什么标志还是什么忘记了反正那些大车厂都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那边有成熟的劳工识字好管理，我给你规定3班倒，跟我们学校一样。早上做到下午你就回家回家之后呢，你就去养你小孩子。那么你隔天记得来上班，我给你一个3班倒的工作。然后呢，你就要去放假的时候，你不用想什么，去在家里跟庭院 barbecue 一下去看看足球什么都可以这个模式其实跟古希腊的那个竞技场是一样的。我们只是从那些杀戮战场里面呢换到了什么？换到了一些球赛里面，这可不可以？这是可以的。人类都是需要娱乐的娱乐没有什么罪。但是问题就是在于这个模式能不能持续下去？答案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随着这个百姓的收入越来越好的状况之下 ，GDP 都有成长。但是如果只有你成长，那么你所有东西你都变成你没有一些利润的空间了。因为百姓收入提高了，那么你的售价也可以提高，但是你只能维持一定的利润，你没有办法再更多的增长这个利润，除非你要增加你的一些业绩的版图，说全美国人都开福特可不可以？当然也是可以。但是呢，做得到吗？做不到这实际上是做不到。所以说，为了增加企业的风险增加企业的利润，降低我经营的风险，那我就必须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我就必须让这个企业能够外移到工人便宜的地方，无论是越南、泰国、中国、台湾、日本或是韩国这些东西，我们就要让他把这些东西移出去，让他们可以增加更多的钱，然后来去做。但是问题就是，难道美国这些聪明的一些政治人物不知道，你把工厂都移出去美国，然后呢，他们就这些劳工会不会饿死这件事情？难道美国这些聪明的人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他们一定知道。你只要把工业移出去，那么获利的只有老板，那你的百姓失业率肯定飙高。但是呢，怎么样让他们不会有这个问题呢？就告诉你，这个是新的经济主义，新的自由经济、自由贸易。所以是说，我们鼓励企业外移。说在那一段时间，这10几20年来，美国都一直不断的鼓励企业外移到其他地方去设厂投资，然后呢，再把这些东西卖回去美国，卖到世界各地。最后这些企业必须在海外赚的钱，也要缴很多的税到美国政府手上。所以在这个里面，你获利的人是谁？获利的是第一个就是企业家，他赢了至少80%的利润。那另外2成就是美国政府，他们可以收到企业在海外的税金，但是百姓怎么办？百姓就被牺牲了。所以是说，美国你就没有办法去从你的国家里面有任何可以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底气。就像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关于这个战争的部分，为什么美国现在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再进一步？那是因为就光海战的部分，它跟中国差了上百倍的造船的能力。上百倍，这个不是我说的那个是有公平的这些有数据可以知道的事情。所以它的工业力已经不行了，所以说它必须想尽办法让你竞争力变低，然后呢变低之后，我能不能就可以解决我工业的问题呢？不行，没办法。特朗普上来，我们川普老先生上来，他也没有办法解决美国工业流失，而且难以再回到美国的窘境。就拿我们的美国的美积电来看，它的成本就在这个地方。你请台湾人过去，那是因为台湾人便宜，
对不对？我们的肝新鲜又便宜，虽然可能还有点纤维化，但是呢没关系，反正你不是美国人嘛。说去的这些美积电的员工啊，不是每一个人会立刻去就立刻给你绿卡，给你一个美国身份，也没有薪水也没有本地员工高，有些接近，但是也没有美国的福利那么好，因为我们需要我们的经验跟我们的肝嘛。那么美国你的百姓的那个薪资不断的提高，因为美国通膨高，那虽然已经降温到2点多了，但是它通膨过去一段时间这么高状况之下，那么你的薪资就不可能低，加上现在经济很不景气，所以是说你这些工程师这么珍贵，你更不可能给他低薪，低薪你就没人去做，没人去做你怎么运转呢？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你没有办法照其他的，比如任何是特斯拉或者任何一个工业，可以把大举把他们生产的核心或是大量的这些劳工的工作机会移回去美国，因为本来一台特斯拉我可能只要卖个可能70万70万美元我就可以卖出去一台了，但是如果我用美国的员工，哇，那开玩笑，我可能得要卖100万，我可能得卖100万美元，对不对？把它7万块可能卖到10万块、20万、30万。为什么？因为美国劳工成本很高，不是70万美金了，现在吓死人了，惊死人了，7万块美金哈，所以就变成是说你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能力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过去直播一直说到，美国的经济之所以它是难以挽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资本主义跟所谓的这些新自由经济，而这些自由经济，他们获利者自然会让政府去催眠百姓，这些企业外移是对美国有利的，有利吗？现在看起来当然是没有任何的利，对百姓没有任何的好处。等于说，我们看到美国经济一些股市的高低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去注意非农就业指数。非农就业指数就是你不是从事农业相关的人，那就是你从事这些服务业为主的，无论是你是法律、金融啊，或者是教育啊，或者是顾问啊，等等之类的。所以美国人本身的工业之弱到他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去救了。你现在即使有人发心，我要做一个什么 Made in America 的工业，我来造福美国百姓，我不挣钱都可以，我就做良心企业，我做出美国的50，可不可以？可以可以，你可以做起来，但是你可能撑不了太久。为什么？因为你的人工成本太高，你的税费太高，就算给你补贴也没用，因为你还不起，你一定是完蛋的，因为你拿不出绩效来给别人看。一样的剪刀，我在中国做，我可能2块钱人民币，我就可以出厂一把大剪刀了。但是你在美国，对不起，你至少也得2块钱美金，因为人家1个小时的工资可能就10几块美金，一个人他的工资可能就10几块美元了。那你说那这个状况下大家都去美国打工，你也别傻了那个你去美国打工，美国赚美国花，你在自己的国家自己赚自己花，你都活不下去。你去美国赚美国花，你也活不下去，因为保险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福利，你根本享受不到。你不相信的人去看看蒋师跟甜甜圈，他们现在什么鸟样，你就是去大概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懂了就懂我没有帮他们的频道打广告大概懂了就懂。所以在现在遇到问题就是说，他们的这些资本主义就让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有可期空间，因为企业它必须维持获利，中国没办法给他们太多的利润，就是因为中国的工资也起来了，但再怎么起来，中国员工是暂时性是比较好用。为什么暂时性比较好用呢？因为中国的识字率是高的，你现在可能大学毕业都得打螺丝，以前是那个高中毕业打螺丝国中毕业打螺丝，现在不用，你大学毕业给我去打螺丝。这有点搞笑，但是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你的一直生产批量大学生，你们中国的这些政府已经变冗员了，很多冗员，你们没有学习到日本、韩国还有台湾的经验，你批量制造大学生，你没有做好人文的教育的时候，你出来的大学生都只会反政府，就觉得政府你一直跟我做，让我念了那么多书，我真的悬梁刺股，你把我的这个考试的项目弄得十分困难，对，数学算到不知道你在算什么了。算到十分困难的数学，十分深奥的英文，根本也不知道讲什么的国文，然后我毕业，我只能领2-3千块的收入，这合理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只能说呢，大象的脑子有时候不一定可以从鼻子传到脚底它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这就看你们政府有没有这个智慧了。吃大锅炉烹小鲜嘛，就是你周边人如果火都没开，那你小鲜也烹不了了，因为火没开嘛。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的员工比较好用，因为他们的自主力比较强，我可以经营到我自己的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啊，他们有些厂会在中国，但是呢，他们也要想，有没有地方可以更争取利润？当然就会想到跑到越南、跑到泰国、跑到马来西亚、跑到印度啊，跑到印度也很多人去，但是呢，要求你世袭可以让他职位可以世袭的打螺丝，哇，那我们跟人民公社一样了，印度也走人民公社的模式，那厂里的位置还可以卖给人，还可以传给下一代的。这个事情三星已经吃过了，而且你在印度赚，你还不能印度花，赚了也不给你花，你就只能赚了，然后放那边发薪水，什么事都不能干。这个事情当然现在印度绷不住了，因为外资新的不敢进来，旧的想削尖脑袋想往外出去，这个就产生了一些问题。但其他国家暂时没有办法去分担中国的一个制造的压力，原因就在于是说百姓的教育没有跟上，他们的研发能力也没办法跟上，没那么好用。所以暂时中国还是有大概至少5年的一个劳工红利，但是5年以后就不一定了哈。所以说这个5年其实中国要做的当然还是他们技术的一个成长。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了特朗普他上台之后想要做起来就是保护主义。保护主义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反全球化，反全球化就是认为说我新这个刚才讲到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我们要把它取消掉。回归到美国至上你们都应该来美国生产你只要想卖美国的东西，卖进来美国都可以课高关税，除非你的工厂在美国生产。你从海外生产，或者在印度生产，或者在泰国生产，然后再进到美国可以高关税，跟你在美国去生产同样的商品，其实在美国生产还可能比你从国外去生产这个商品进到美国课关税之后还要来得贵。就是你课完关税了，哪怕100%，美国产的还是比较贵。现在这个是美国没有办法去越过一道鸿沟，就是无论如何你生产出来的就是比别人贵，你没有办法去抵抗这件事情。所以说，你说现在川普的保护主义能不能去反全球化，能不能把这几十年前的上百年前的新自由主义可以把它改变掉，这个是有困难，那是难以达成的。就包含这2天美国发生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新闻，什么新闻呢？就是这个美国的议员认为中国的大蒜有国安危机。咖喱你知道大蒜它是有什么？它是有这个他们的市场危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它太便宜了太便宜了，对美国大蒜有问题。所以说那些议员就是在节目中去说大陆的大蒜是以人类的粪便栽种，而且还有强制劳动的问题。我在想你一时之间要找到这么多屁股去给你种大蒜了，我觉得你可能去加拿大，你可能可以挖到那么多大便了。加拿大海滩上你挖一挖很多翔你可能在那边进口大便去种大蒜可能可以你在中国你想找到那么多的大便去种这个大蒜了我觉得可能不是非常容易吧？我个人认为可能不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是说他们为了抗中，他们必须想尽办法去做。而种大蒜需不需要去强制的劳动力去做那个奴工化去种大蒜？我觉得也不至于吧，因为大蒜是种下去大概就可以让它长大为止了。我种过大蒜各位你知道，老师在自己家里种过大蒜，我本来以为不会成功了，谁知道过几个月它长出来一颗大蒜变一球大蒜，我也不知道竟然成功了。所以它不是很需要劳力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劳力需求度还蛮低的。你说棉花我可以算了因为你棉花需要劳动力，这个美国他们自己证实过了嘛，对不对？那个我们的一个黑人同胞都要帮人采棉花，要需要的劳动力我觉得可以大蒜真的是可能是有一点特色的地方。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必须逢中必反，但是反到最后那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钱他一定会找到他的出路去走。各位要相信这件事情，能赚钱的事情，这些一定会有地方去让他赚。你美国把它保护起来之后，那只是让你自己没有办法货上节流，那你也没办法像这个乔致庸说的怎么样，这个货通天下，你做不到，对不对？乔致庸都知道的事情，你特朗普不知道吗？世界必须要货通天下，必须财通天下，那你的生意才会好，大家做生意才会方便，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可能特朗普没有看过那个乔家大院，他应该看一下，对不对？他应该去看一下，他也知道那货通天下很重要嘛，对不对？至少你请一个能够帮你治理的，也要像个孙茂才嘛，他能够赚钱的，对不对？那倪大红老师演那个孙茂才，对不对？多上进是不是多好
所以这个东西就在于是说，美国现在危机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是说，欧洲汽车业在2024年它裁员至少5万人，一样的结果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思维逻辑是一样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竞争了完全我没办法去处理这件事情，导致是说欧美的经济它为什么会下降？不是老师去特别去反美反欧，我反它干什么？我亲戚有些住在美国的，对不对？我反它干什么？是不是？但就是你必然的结果就是欧美它一定会因为这种保护主义而让他们的经济陷入了死水，他们能够做的只有内循环。但是现在已经不是黑暗时期了，任何一个国家你都必须加入世界化经济，你才能够活下去，你才能够维持你自己的经济荣景。一旦你掐掉了自由经济贸易路线，那么你等待你的必然是大清化的结局，这个是一定的，好吗？好，那我们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我看一下各位有反应，不然我口沫很飞，然后到时候大家都说我口沫完之后才发现那个当掉了，还是看一下好了。大家等我一片冷清是怎样？大家还醒的吗 ？Hello， 大家还醒的吗？给你反应啊，按个赞也好啊，按赞200多个人，按赞67个，按赞让我知道你们还有在听啊，上课都在睡觉是不是？上课都在睡觉，是不是？要过年，大家上课都在睡觉，是不是啊？按一下，让老师了解嘛，对不对？给面子，按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各位哈，按一下啦，对不对？不要睡着，上课爱睡觉，我也是，但是不要现在好吗？等一下就可以睡了。好，感谢大家哈，来，我们继续下去哈。所以说，我们看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反过来看中国，中国这个地方也是蛮有趣的。中国啊，这现在推出了一个华为的手机 Mate 70 Pro， 然后它的 Plus 这个最新版的手机，但是它搭载的 CPU 是麒麟9020的处理器，而它的工艺是采取是7奈米的技术。这个东西啊，有人去拆机啊，就日本啊、美国啊，或者其他国家一些专业拆机人士啊、拆机的公司，他们把它拆开来之后啊，才发现这个 Mate 70 Pro Plus 的手机算是顶规的手机，但是它的工艺只比上一代略有改进哦。但是话虽然是这样讲了，我们讲实在的啊，话虽然是这样讲，但是老师有去问一些在中国大陆的朋友，还有一些在香港的朋友，他们有取得这个手机，老师跟他们咨询过这件事情，他说用起来是差很多的啊，包括它里面的 AI 配置啊，还有他们的一些反应啊，都比上一代来得好。那它可能是改进了软体吧，这个硬体上面是差不多的，但是它软体改进了很多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各位你一定要去注意软体的改革。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他们软体会大跃进这软体大跃进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美国啊或其他国家会认为是说华为最新的手机破解之后，他们认为制程是落后台积电5年，然后后面也有人说它是落后7年，也有人落后3年。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就代表了中国是完全没有办法抵抗美国的科技制裁，没有了这个艾斯摩给他们的光刻机EUV， 所以是说他们永远只能停在7奈米的状况呢？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就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老师，这个不是只是附送国际上的一个事情我们要去懂得去思考跟分析这个事情，就像老帮各位拼命一样，我不能只看那个数据多少，我要考虑到很多事情来变化，来帮你批出这个结果。所以说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你中兴华为它这一次打造的这个晶片它虽然他们自己已经号称他们有5奈米的水准，可是为什么这次还用7奈米呢？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现在要实行的是什么？你这个7奈米相关的这一些用品，无论是手机、平板或者任何一切，它要实现的是100%的国产化。100%的国产化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一个要件它就是一个基础。这个基础为什么会重要呢？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来看好了。我们讲这个最近老师帮很多朋友合婚年底了嘛，准备明年的婚恋。那么请问一下，今天你是一个美丽的小姐，对不对？你现在嫁一个老公有一个老公他月收入大概就是1万块人民币，大概相当于5万块的台币我是一个固定薪水的5万块台币。有另外一个呢他是月收入呢高1倍，他有10万块台币10万台币。那你要去嫁老公同等的外观水准你不能就像老师一样帅嘛，对不对？老师这么帅那是没办法的这个天生的。除此之外你所有的身体机能差不多，你会选择5万还是10万的？一般来讲都会选择收入高一点的，对不对？我们当然要求自己的以后那个生活的经济有一点保障。好，这个东西代表说10万那个它有优先的优势，对不对？但是反过来看，
10万那个他有房子，5万的他也有房子，他们2个房子是一样大，坐落在同一环啊，同一个县市里面，但是差别就在于是说5万的他的房子是他妈给他的，他有现成的，你不用缴房贷。那10万那个他就是自己买的，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所以说呢，他房子是自己买的，他还有30年的房贷。那么这个时候你会选择5万块的还是10万块的呢？就经济理论来讲，外观都跟老师一样帅的状况的话，那么基本上你选5万块会比较明智，因为这5万块是实实在在放到口袋里面的。但是那个10万的，他有多少钱要去缴到房贷里面，而且连缴30年的时间，那是一个问号，因为他有没有办法30年都维持这个10万的收入呢？那是不是就是问号了？而是说老师，你刚才不是说不要买房吗？我没有叫你不要买房，我只是告诉你这个房屋它的一个策略在这个地方，你要怎么做的是你自己的事情，好吗？不要说我们一个道理就打死全部的一个逻辑，这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当然是要选5万块，他有房子的那他也没有需要负担任何东西，5万块回来全部交库，对不对？那老婆就5万块去分布，给你一个2000块给老公当做零用钱，那其他4万8开始小孩的补习费父母赡养费还是什么东西的，我们就很好分配，因为什么？我没有风险。那华为这件事情也是一样，他如果将7奈米以它的一些横向的供应链全部都做国产化的时候，那么就代表是说，他做5奈米的状况，他所有的一些机台，所有的一些原物料配合上下游的封装测试，还有一些任何一些原物料都可以跟上，5奈米也会变成接近100%的国产化。那么它的成本就比我们刚才谈到的伟大的民主灯塔亚美利坚联邦共和国他们还要更稳定。为什么？因为 America 他们就算晶片厂那个地方，但是你封装测试还有一些横向的工艺，你不会都在美国，它只有美积电在美国，那其他东西不一定都在美国，但是矽谷还有其他公司啦。但是我只是说不一定都在美国，但是中国还要确保是说7奈米是它现在良率最高的一个晶片。那么在良率最高的、出货量最稳定的状况之下，我能够让我的所有横向的供应链达到100%的时候，那么我往5奈米去踩，因为他们已经有5奈米的能力了。那么我在用5奈米去完全商用化的时候，我是不是就是非常没有什么压力的？我是不是驾轻就熟？因为我跨了一个世代。我一样100%供应链上来，我不会受到国际的任何的一些制裁或是原物料的影响，我可以放心的走到5奈米，甚至我可以从5奈米直接快速进到3奈米，我都可以有100%国产化去供应。这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华为它现在没有办法做到7奈米，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件事，就是说他们追求的是100%国产化。这个在世界各地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如果中国做到，那么未来的科技就是以中国作为核心，它才能够号令天下的科技进展。不要说不可能，不要说台积电3奈米跟1奈米才最强，真正用到3奈米跟1奈米的，你除了一些 AI 晶片之外，也没有什么用。但是 AI 晶片，我们在前2个月的直播都不断的说到 ，AI 晶片它可以用重极化，也就是它用规模经济去营造这些运算空间。它的效能不会比3奈米来得好，也不会比5奈米来得好，但是强调我他妈有数量，我有数量，我有组织，那么我怎么样？蚂蚁啃大象，谁赢谁输你还不知道呢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比较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它现在有这个压力去压制辉达说你可以反垄断，他不怕得罪辉达，而辉达也不敢得罪中国。所以说呢，有人说辉达只占中国只占辉达的市场的5%，所以影响非常有限。那这当然是不能这么说的，因为这5%就是变成它是未来，它是一直会不断的往上，有人可以取代它。比如说什么呢？比如是说联发科，它就推出了旗舰5G AI 晶片，叫做天玑9400，它也专门作为边缘 AI 沉浸式游戏和极致影像所设计。所以说联发科它也有 AI 晶片。那联发科以外，难道其他公司没有做 AI 晶片吗？也有，也包含什么？包含 AMD 超微它在今年第4季开始大规模的生产，它的名字叫做 MI325X 的新版 AI 晶片，它也是专门去怎么样呢？去做 AI， 就希望能够供应给中国的。然后它号称它自己的生产出来这个晶片是优于辉达的 H100 的系统。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变成是说，你辉达它会有一个前面的一个优势，但是它不能够永久的有了优势，因
就像 Apple 它有前面的优势，但是它没有后面的优势的时候，它就会竞争就会下来。而现在老师在我们的这个流年里面啊，还有我们的各种开放或者私人的一些建议里面，老师跟各位都去讲，你一定要去使用 AI， 你必须把 AI 变成你每一天你都会尽量去使用它，成为你工作上的一个好伙伴。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你要想办法让自己提升 AI， 必须融入到你的行为跟你协议里面。那你说 AI 用久会不会变笨啊？因为你没有思考，什么叫 AI 帮你思考？那不是人会用工具，那难道你就变笨吗？不，也不能这么讲，是不是？比如说什么呢？老师各位啊，我们在过去老师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啊，最近要改制了啊，没有时间。之前给各位用啊，都是我们的 ChatGPT 给各位免费用 free use， 但是前2个月我们到期了，主机到期了，那一年那个将近10万块的主机费啊，老师就付不起了啊，又没有盈利嘛，对不对？付不起，好，没钱付不起了，我就终止这个服务。但终止服务不是除了没钱之外，最主要老师已经确定一件事情，在你现在如果要使用 AI 的，我们大部分的海外都认为说你 ChatGPT 啊4O 是非常优秀的，老师也常常使用 ChatGPT 的 OpenAI 的东西，老师是。这么很常用。那建议老师他本身也是专门教 AI 绘图的，跟 AI 动画的哦。他现在在我们台湾啊各大专院校、大学啊，包含台大哦，还有一些什么各个大学里面啊，我光在他去上课上很多大学了。那在这个里面，他也成为这方面的直牛耳的一个讲师啊，都在大学里面去授课。那这个东西呢，然后在中国老师发现到一件事情，他的抖音推出来的豆包。就非常强大，还有那个百度的文心一言，这2个各位如果真的去使用，你会发现，它的反应速度跟它的语言结构完全是不输给 ChatGPT。这个老师真的是去用，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讶异。我都是付费的啊，因为豆包现在没有收费啊。我的文心一言我是付费版的，是拿我都是用东西的老师，我很尊重智慧财产权，我不会给你薅羊毛，能付费的我都付费。我连喜马拉雅我都付费，我买年卡，Plus 金卡所以说你看这些东西老去使用之后，就发现豆包文心一言它的反应速度跟它可以所及的东西，比 ChatGPT 反应还要快。最主要的事情是你豆包跟文心一言，你问他的事情是可以问到明天天气如何，但是 ChatGPT 没办法，因为它的资料停在2023年的10月份，这个是很现实。但是豆包跟你跟那个文心一言，它是可以到现在，我明天肯定都问得出来。但是你说啊，老师叫不起他们都有政治审核，废话嘛，政治审核哪里不会有？你告诉我，都有的事情。你眼睛不要只看在那个政治上面，好不好？眼睛如果你只看政治上面，那你是自己蒙了自己双眼，那是没有用的。但是你政治以外的你去看，它的效果非常好啊！我鼓励各位下载的，放在自己手机里面去做，好吗？而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发现了那个 Intel 的执行长基辛格他也宣布退休，以及说他宣布退休啊，他应该是被退休的啊。他在英特尔工作了40年了啊，当然他有辉煌的时候，但是呢，他也必须要去面临到你现在这个世界已经不是过去你只要说 Intel Inside 你就可以大卖的一个时代了，那已经不是那个世界了。所以说，他现在必须宣布退休，也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而中国难道只有这个晶片，它7奈米就可以横扫天下吗？也不包括啊，它也包含什么呢？包含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对抗啊，那个博弈还是有的。我们之前所谈到，中国有去禁运这个稀土，那么当你现在确认稀土之外，它还有禁运什么呢？还有消化棉哦，你要制裁我新疆棉，我就不出口给你消化棉。消化棉是做什么的呢？就是我们枪里面的要用的这些弹药啊，它都需要这个消化棉当做它的填充物。所以说，中国它是垄断消化棉这个业务的，我不出口给你，你还得自己开工厂自己做。那开工厂要多少钱？你自己去算吧。而且你开了，难道你就立刻可以量产吗？不行。但是你仗每天都在打，对不对？军火这种锵锵锵锵锵，就像那个收音机锵锵锵锵锵一样，对不对？光美国啊，它每一年就需要2万吨的 T， 中国也把它禁止出口了。那么这件事情就让它的弹药的坚硬度可能不够，或是它去拦截这些导弹所需要的设备没办法去生产。好，所以说呢，除了消化棉啊，还有 T 啊，还有各种的一些稀土，这些东西都会造成呢中美贸易之间呢有着新的博弈。而这个博弈的谈判啊，当然就包含在我们川普老先生跟习近平的手上。所以川普老先生就说啊，我就任时候啊邀请习近平来啊，其实目前看了，习近平好像不会去。要是我觉得他不要去比较好，谁知道你去了，美国会不会把你扣留在那边？你不要说不可能，我告诉你，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everything is possible， 都是有可能的事情，好吗？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看到美国的工业它现在已经没办法追上了包含它的一个军方产业也没办法。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造船，那根据这个造船那有公开数据大概是它造船能力现在落后中国200倍200倍就200 times。这200倍的一个落后，那为什么？就很简单，造船民营化，民营化之后你又不打仗你不打仗，你也没有发展这些航运，那么当然你这些东西你要移出去其他国家做造船，那么降低你的成本，然后增加你的利润，到最后就变成你自己都没有。魏董老师意思嘛，就变成你自己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之下，你怎么去振兴你的工业呢？那日本他们就没有犯这个错误，而日本的重工一直沦落，不是沦落了，一直把握在三菱重工这些川崎重工他们的手上，所以他们自己有他们的工业能力。所以日本到现在没有完全的被美国泡沫化，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日本它的一些重工业还握在自己手上。那有重工业，那么你去研发其他东西会比较顺手。只是他们的一些财阀比如什么丰田或者尼桑他们没有眼光去破旧立新没有跟上电车这个时代，导致中国先尝到这个甜头，先打下了江山，先尝到了利润，所以中国活下来了。那有人说现在中国很多倒掉了，比如说最近那个吉越那个小吉越还越吉那个突然就给倒闭了，突然发不出薪水来了，一定有嘛，对不对？一定都有嘛，这个淘汰的企业就淘汰的企业，所以他以前说可以叫板特斯拉，但是你现在倒了就倒了，倒了就倒了，没有什么为什么也不会反映说中国再也没有电动车的市场你看一些某自频道，他可能觉得中国这电动车就完蛋了，因为什么某吉越的汽车它倒闭了，对，主播都拿不到薪水了，是不是？那个就是倒闭是正常的。好，这个在任何国家倒闭都是正常的，只是在于你核心的物件是不是在你这个地方，好吗？我茶没拿来，好，我看看来，确实边听边睡，不要边听边睡，好不好？来谢谢大家按赞我们是赞成多一倍感谢 David 感谢 David 王赞助谢谢大家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赞助是不是？那 David 王赞助感谢 David 赞助，谢谢好，不要边听边睡来振作，我讲的口沫横飞，你睡得稀里呼噜。好，时间快到了，我们还是讲一下那当然，在它的部分呢，我们就看到隐形月。那隐形月老师之前在开一个短视频跟各位讲，就是说他要撑得过立春前不被弹劾掉，那他就可以过去。但是呢，他已经被弹劾掉了，现在已经弹劾过了。说现在就是他的在野党领袖李在明就认为是说他现在应该可以问鼎在韩国下一任总统，他基本上应该都是胜选的状况。所以说现在讲尹锡悦顺利被弹劾掉就以内乱罪把他给逮捕的话，那么这个大概3、4月韩国就要重新选举选一个新的总统。那这个李在明基本上这么短的时间你要给他上一些黑或者要竞争那个是比较难的，那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而之前我们看到在这个韩国的执政党一直要保护这个尹锡悦所以说有人就没有去投票，只有一个留着。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为什么现在这一次要去继续要反过来把尹锡悦弹劾掉呢？就很简单，因为现在民心不在那个地方，你继续去挺他，以后你的议员要怎么去选，你的国会议员要怎么去选？所以说，为了自己的利益，我还是得把尹锡悦给牺牲掉。政治就是这么样的现实。你有利益的时候，你是我王子；你没有利益的时候，你就是落水狗大家都是为了这样子去进行的。说政治其实政治就是狗咬狗吧，其实也没有为什么。我们让狗咬狗咬赢的那个人带领我们就是算是优胜劣败吧，这也是很正常。而这个尹锡悦的问题也造成了什么？造成外资他开始对韩环来去撤资，因为为他们资金的安全嘛，谁知道你弹劾掉之后会不会再发生一些社会动乱，会不会发生政变，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资本就是很敏感的哪里安全哪里去，哪里有钱赚往哪里去，我不可能留在这边去挺你们，你不会因为你是民主国家，所以说我钱也留在这边振兴你们的股市，也不会。所以现在外资不断的撤走，让这个韩环那个一直被汇出去，所以说他们现在股市震荡非常多。那在这个状况之下，现在有没有办法让尹锡悦有序的辞职？可能没办法了就是只能弹劾，弹劾之后呢，然后就解散国会，解散国会就开始重选。这个就变得很混乱了现在就包含了朝鲜日报都在批评尹锡悦，说你这个是不知道脑袋想什么，是鲁莽的戒严。在这个戒严状况之下，你只会毁了自己，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把它毁掉。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后面再看其实说实在的啦它影响程度不会这么高，因为毕竟韩国它是建立在美军基地上的一个国家，所以是说它大概就是这样那个它影响的程度就在这边止损了，因为它即使上或下或是有什么样的政治风暴，对整个亚洲的经济影响
基本上是非常有限，因为它没有什么东西是非要 SKY 他们去做的。韩国能够做的东西，日本跟中国都可以做，100%都可以做。它没有一个它独立性只有它可以做的事情。今天台湾如果发生两岸战争，那大家会担心芯片的问题。但是韩国哪怕他今天南韩被北韩给吃掉了，那么他也不在乎。因为什么？因为南韩能做的事情，日本都能做；日本能做的事情，台湾也能做；台湾能做的事情，80%以上中国都能做。那么韩国有什么样的优势嘛？所以说我们之前一直说韩国的经济那是没有办法再去回合呢。所以说到最后从他们的全租房一直往下落，老师从来没有看好韩国，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可以拿得出手的一个竞争空间，加上尹锡悦他本身就是亲美派，还有唱 American 派，到最后他把自己的所有的尊严跟国格都牺牲掉，就维持他自己很疯狂的理念，韩国怎么能够好呢？而李在明大家认为是说他不是亲美派他不能说亲中，但是他主张的是要跟中国和解跟中国和解，然后维持一个平衡。那这对美国来讲就不是一件好事。所以说韩国再怎么发展，应该都还是会被其他列强所关注，但是呢，会把它压抑在它没有办法造成别人的影响为主，这个是一个很确定的事情，好吗？那从这个韩国状况之下，我们要重新拉回来去看什么呢？看到北韩。看到北韩，我们就看到这个乌克兰战场。那乌克兰战场，其实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很现实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在俄罗斯已经承认了，朝鲜特种部队为了获得实战经验，正在协助俄罗斯作战，而且他们已经打到什么？拿到他们的一些第一线里面去打。他们有这个战机的，所以他们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是说让部队拥有实战参加真实冲突的经验。这是不是老师跟各位过去一直讲到的？金小胖他为什么要派暴风部队去？他就是要为了培养种子教官，因为他们的这个讨论的联盟策略里面，就是金小胖就是为了送这些特种部队去当种子教官。你打过现场战争回来，你回来就变老教官，因为你活回来的才叫英雄。活回来是英雄，你死的是真英雄，活回来是战争英雄，那不一样。那么回来之后呢，让北韩的一个军事就可以再度的膨胀，也包含了是说，俄罗斯它过去最弱的那个无人机的工业，它也获得了伊朗的扶持，说像俄罗斯的无人机工业也很强，也包含它现在的一些基因导弹也变得很强，这些事情都会有限度的去传授给北韩。为什么？因为你让北韩强大起来，中国跟南韩跟日本就不开心了。真的是最重要的。不要说你这个中国跟俄罗斯中俄友好，那个没有了，好不好？那个是自媒体讲的，那个不可能的事情。中国跟俄罗斯就是两个国家，两个国家就一定会有利益纠纷，有利益纠纷我就不可能让你过得太好。很明白的事情嘛？为什么俄罗斯为什么让中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过得越好？为什么过得那么幸福？当然不会啊！我培养一个人在你身边，让你怎么样？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我就放一个金小胖那边，让他有核武，让他有基因素导弹，让他有无人机，对不对？我知道他不会轻易去挑战你，但是我就让你睡得不安心，就这么简单。这之前呢，那个老师有去在前几年呢，有去问过住在丹东呢那边的粉丝朋友啊。问他说，那个金小胖的核试到底那个核武核子弹那个试爆到底有没有这回事？那他们住边境嘛，他就跟老师讲是说，这个事情应该是有的，因为他们有时候会就那产生到那个震波轰轰地上的震波但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觉得这个核爆试验应该是有的，那这也就代表说金小胖可能真的是有核弹。所以朝鲜他现在有了这样子的这个经验回来之后，他的军事实力一旦强大。未来南北韩会不会再进行一段斗争？这个概率是有的，只是现在他必须先把南北韩的交界处先炸掉，让南韩的精锐没有办法冲过去北韩这边。说实在的，这一次如果那个金小胖没有先把南北韩那一条公路跟铁路炸掉，那么尹锡悦不但戒严，他可能派他们的特种部队直接打入北韩。各位这样想想，我们老师之前讲是对的。他先炸掉的原因，就是因为避免你南韩尹锡悦派兵直接打到北韩里面去，因为他都戒严，他都是因为说我内部是有这些亲北势力。为什么亲北势力？金小胖怎么知道我要打到北韩去？所以他把桥先炸了。各位，你现在有没有联想起来？这有这个可能而已啦。我们说一定，我们对这个事情多方面的想法、思维逻辑多画一点会是比较好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俄罗斯在那边他把金小胖培养起来之后啊，那么未来的亚洲在南北韩之间呢，可能10年之内还是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战争的，因为两边都不服嘛，然后打到你服就对了，有拳头嘛，
我们以德服人嘛，对不对？打完之后背后显出一个德字，就是以德服人嘛，对不对？等一下我们孔子老先生是不是？你能跟我讲道理，我跟你讲道理；你不讲道理，我跟你讲物理嘛，是不是？2.2米的巨汉，手还可以去扛那个城门的那个横梁。你说这个老先生他跟你讲道理的时候，你敢不听吗？听啊，一定听。我后面有3000个人呢，你不听，哪个国君我跟你讲道理你不听，对不对？我跟你讲春秋，你要不要听一下？你不听，我外面的3000个人不是很好惹的哦。更不要说我还什么，我还有子贡，对不对？子贡他就让你家破产，是不是？因为子贡是到最后变成那个春秋时期的财阀，然后很有钱。以后我们跟各位讲《论语》的时候，其实《论语》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它限制了中国百姓的发展，但是它也让中国百姓可以有一个道统化的一个延伸。你真的去懂了《论语》，你会发现它可以涉及到你的家庭、你的管理阶层很多东西。我们从《论语》里面去做发展的时候，可以解决到你现在很多人身上的问题，好吗？这个老师以后会讲，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所以说，我们回到这个地方，乌俄之战，乌俄之战，我们就发现现在进展跟老师过去，跟各位就借个10分钟的时间乌俄之战就发现了，现在这个地方进展的跟老师过去预测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乌克兰你再多的一些军援去援助，比如拜登说这几天之内就会把军援陆续送到乌克兰，那已经没有用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没有再生的战力了，而现在俄罗斯他根本就不跟你谈。因为我要确保我打下来的东西都是我的，我现在多打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城市，我多打一个据点就是一个据点，对不对？这大家必争之地，我要去拿下来。比如说红军村比如说那个卢甘斯克顿涅茨克那些东西，我们要把它打完整，至少拿下4个州，还有扎波罗热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怎么样？把它占领起来，稳固住了。那么你要谈，我再跟你谈；如果你不要谈，我就不跟你谈。所以在现在发生的在乌克兰境内也包含了有4000多名的女兵他也战死了。4000多名女兵战死代表什么意思呢？不是男人的命不值钱，而是他都必须要让女兵上战场了。女兵其实她的战斗力是肯定不如男性士兵的，不是说男女我们要有性别歧视，那是生理上的差异，对不对？生理上差异就是男人的作战，他就生下来就负责作战，男人的作战力就是天生比女人强。如果在同样训练状况之下，他就是比女人强这是生理的条件，没有办法。对不对？虽然金毅老师他的徒手可以掀开我的天灵盖，但是呢，我还是要说他是很柔弱的，虽然他可以掀开我的天灵盖，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刚才才知道旁边有个寒气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个乌克兰女兵都得战死4000多个，那代表是说他们的有生战力已经到了极限了。但是俄罗斯在短时间之内又招了10万名新兵。为什么？感谢乌克兰，对不对？你一个导弹发过去，本来国内有反战分子的，你一个导弹发过去，炸了他们的克里米亚大桥，然后再炸了他们的某个小村庄，导致他们国内的士气又起来了，是不是？就有些人就想号召他的一个从军的包含就是说我现在可以免掉你这个债务这个就可以了。也包含了俄罗斯跟他们的这些重大的罪犯去讲，你只要能够在乌克兰战场上活半年，我不要求多。半年就可以了，你只要活得过半年，你的罪我赦免。用罪犯来去当兵这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有不论在春秋时期，甚至在战国期、秦朝都有用罪犯当兵，你的成本是最小的。因为为什么？这些罪犯他会拼死的往前冲，因为他已经没有活路了。你这个世界你跑到其他地方去，你也活不了。不要说他拿枪自己逃兵就可以了，他们很清楚了，你犯了这个罪了，全天下都不容你。你只有怎么往前冲，你还有可能获得一线生机。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个乌克兰就放一些消息说，哎呀，俄罗斯他们就是拿炮灰来去打，他们可以消耗150个人的生命就为了抢到1棵树的据点这当然是夸大了。这个基本上，这个乌克兰讲出来的东西当然是夸大你说10几个人我信你说100多个人去抢1棵树的据点，那很难。那据点1棵树有没有很重要？如果它是制高点的话，那很重要那就很重要。但是实际上，那俄罗斯它本身的有生战力是一直不断源源不绝的往战场去迈进，但是第一波我们之前所跟各位提到的，这场的第一波一定是老弱残兵一直消耗你前面的一些有生战力，但后面包含你佣兵就消耗完了之后，你才会把你正规军推上去。这个在我们这2年的所有的对乌克兰战场上的预测，其实到现在，其实各位应该都可以看出来老师预测是对的，因为他佣兵用完了，瓦格纳用完了。再用罪犯当兵也用完了，后面再推出来的都是俄罗斯正规军。正规军的用意不是为了打仗，正规军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防守、建立防线、建立地方的治安。你必须用正规军来防守，正规军来建立，你不能够散兵游勇去建立这些事情，因为佣兵不负责管理
那你那些罪犯他哪懂管理，他就负责杀人放火，是不是？所以说你一定要把罪犯佣兵往前推，推掉，把你乌克兰战士的生命消耗完了，有生战力消耗完了，我正规军在这补上去，建立防线，你打不过来了。就这么讲，你打不过来了。所以乌克兰说他们败给了炮灰，这是他们自己的给自己美化了。事实上不是败给炮灰，他们是败给战略啊。因为乌克兰你没有这些可以替代的佣兵，或是你没有足够的这些前面的这个算炮灰吧，好吧？你说炮灰也是吧？啊，可以牺牲的战士没有，因为你一开始就牺牲掉了啊。你一开始在卢甘那个什么，在那个扎波罗热那个地方就已经牺牲掉了。所以在后面的红军村，你还能够牺牲多少呢？有限。所以他们现在离红军村完全占领只剩下3公里，在2公里半了啊。今天最下就是2公里半，那基本上你跟拿下来没有什么两样了。围着你就会败了。天气太冷了啊，会冻死的。那这大概就是完蛋了。所以说现在俄罗斯普丁就说啊，我现在呀，其实不一定要动用核武了，我光有这个真果树的导弹系统啊，我就基本上就不需要用到核武了。为什么？很简单。我真果上面我放的是一般的导弹，甚至是核弹头都可以，反正你也防不住。你想防得住，那中国要给你足够的稀土。这个是又回到我们刚才讲到的，中国不给他替，你的基础强度不够。那么你要有替，你给中国低头，但是你不可能跟中国低头，那你就没有这些稀土来制造足够的防空武器跟研发。那么我用真果树，你无法研发，那我有没有核武，你都防不住，那不是很好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有人说这个。北约已经派入了10万的这个士兵要进驻到乌克兰，那人家说这个东西是为了是说避免俄罗斯长驱直入，直接打到波兰那个地方，这个都是瞎话了。我说白了，那都是瞎话。北约的士兵10万人要派到乌克兰，那我们好像前2个周讲过，北约的士兵要派到乌克兰里面，就只是为了怎么样呢？为了确保我们以后在乌克兰战败之后，我这些士兵可以接管乌克兰各个地的地方来开始清点啊！你要怎么样还我的钱？那10万军队进去不是对俄罗斯的，因为他们知道他自己打不赢俄罗斯，你怎么打赢呢？你10万进去100万进去都没用，人家真果树飞弹就是打过去了，你人进去就是靶子，你就是活靶子，那个人越多打得越痛快，你人进去是没有用的，人进去对俄罗斯的战况是没有影响的，因为人家给你的是你无法防御的真果树导弹及因素，你人进去这么多，你再给你进100万的士兵进去，他一个小核弹战术性核武你就死了3万人。那你这个人进去有用吗？你是为了防御俄罗斯吗？你根本防不住。俄罗斯到现在，他唯一怕的只有2个，第一个就是中国，第二个就是美国。除了这2个之外，他都没有在怕的。说白了，事实上是这个样子。说这样不对啊，你叙利亚的问题呢？我们等一下讲，都还没有时间，应该不够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普丁他现在掌握了整个乌克兰战场的优势。北约派兵进去，也只是为了我要清点我们的战后的残损啊，还要确保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可以算得出来。而美国现在明知道乌克兰要输了，我还要不断把军援放过去，为什么？因为我给你的越多，你欠我的就越多，你欠我的越多，你要还的就越多。像我们台湾有一些金融公司也是一样，一个摩托车有些人当时有人跟老推啊，摩托车最高可以借30万，摩托车怎么借30万了？30万就可以买重机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利息高达50%。为什么？我借给你越多，我就要拿的越多。有些可以拍个冰箱，就给你借你10万块。冰箱值10万块吗？不值。但是有冰箱当抵押，你可以借10万。他会抄你的冰箱吗？不是。他就不是目的就不是你的冰箱，他要的是你的全部。说给你的越多，就是为了拿取你越多。这世界上任何交易都是奔着利润而去的，跟任何的企业经营的水准都是一样的。这样各位能够理解老师的意思吗？所以说10万大军、9万大军都没有意义。那最后跟各位借5分钟的时间，我们谈一下这个叙利亚。叙利亚这个国家，它现在已经被那个沙姆组织所占领啊。我们之前有讲过一个短片，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很多人说，那现在俄罗斯正在叙利亚空军基地里面开始收拾装备了啊，所以是说呢，这个事情是不是就是俄罗斯算战败了啊？还是他没有守住这个叙利亚的国土？各位你要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叙利亚就算他吹起了阿拉伯之春的这样子的风潮，那好像是他们又这个种族自觉，但是就记得老师上次在视频里面讲到了，第一个他没有占领整个叙利亚，他就占领大马士革。第二件事情，街上没有女人，没有女人的状况，代表你是一个极端教育组织的穆斯林国家。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请问一下，你是不是只能让穆斯林又在中东的力量更加的强大呢？过去也实在是不如现在的更加的极端。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像叙利亚有一些的南部有些村庄说主动要投降给以色列，啊，划入到以色列范围之内，因为他们怕极端教育组织给他们压力。但这件事情也会动摇到穆斯林的一个根基，所以说在中东战场这边的状况，会让美国非常忧虑，因为它会不会有 IS 那个伊斯兰国的席卷重来的一些新的势力啊，开始对欧美那边做报复。所以说，因为叙利亚这个地方，它的政权的易主，是不是代表你伊朗跟俄罗斯的这个他们的势力消退？其实我们应该来看到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当你没办法解决你眼前遇到矛盾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矛盾扩大化。叙利亚就是把矛盾扩大化，因为这个地方的事情你没办法解决。阿萨德这个事情他一直不温不火，因为他统治了50年了，他们家统治了50年了，所以说你不温不火状况之下，那么大家都要在这个兵家必争之地，那很简单，我就把这个地方矛盾激烈化，变成一个他新的政府，大家都对他都不熟。是不是连反抗军沙姆主持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赢？他都跟那什么，跟走进去就占领了这个国家一样，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占领。我几乎没有什么发什么力，我就占领大马士革。他们自己都很懵，为什么我会赢呢？我怎么赢的我都不知道，走进去就赢了。真奇怪，我是抽到大奖吗？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抽到大奖。他抽到大奖的原因是在于他们要成为下一个大国博弈之间的棋子，新的棋子有时候。跟新的玩具一样，比较好玩一点，好吗？好，那我们后面本来还有加拿大跟那个什么叫什么那个叫阿根廷的事情啊，我们就先不讲了，好吧？这个因为他那个不是很重要的，那个是我们可以省略的，好吧？那我们有时间短视频再讲，好吗？好，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2025台海会有大变动吗？有机会啊，这个概率蛮高的啊，会有大变动概率蛮高的。大陆最初各种政策也有咨询之下，房价会涨吗？刚需买房合适吗？刚需买房是可以去开始考虑一下的哈。房价的话，它会微幅的变动，但是呢，但是你在那个你们所说的2环以外的地方啊，基本上还是偏下跌的，它只会稳定在一个地方啊，不会再下降。但是你要再上升、再涨，你要赚那个利差。我们一开始讲到那不可能啊，那个是不可能的，好吗？狮子座要是不懂佛法，可以读懂一点拳脚，也是可以哈。风狼居续猛的一批，也是一件事情。俄罗斯会不会解体？不可能哈，俄罗斯不可能在这50年不可能解体，好吧？你要想这件事情是不可能，50年之内不会。即使你普丁他换了下一个强人呢，他还是会有一个偏安之主。所以普丁现在只要打下大量的疆土，像谁呢？就像那个什么那个。明什么忠？最让他的儿子那个有乐大帝Judy Boy 朱棣嘛Judy Boy 的那个状况普丁就像 Judy Boy， 他就是中心之主，因为他大家权力空心的时候，他把这个国家收起来了，对不对？叶尔钦知道普丁嘛，那个时候就变成你前面的没办法，我后面的来接，他就打下大的疆土，那对他来讲是好的。那后面守的东西，当然就会有人宣之治，所以后面就变得偏安之主这个都会这样子，历史都是不断去轮回的事情了，好吗？非希望俄罗斯解体，你可以希望，但是你可以这么希望啦，我觉得你希望有一天会成真了，但是你跟我可能都已经灰飞烟灭了总有一天会成真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世界上从来没有经历一个500-600年不会亡的国家没有，都会亡国的，好吧？都是会亡国的。老师推背图已经告诉你了，世界终会毁灭，好吧？会毁灭的。叙利亚决定被瓜分，土耳其、以色列各自拿一大部分，一大部分是不会，部分会有，但是不会有一大部分。2025年东南亚如何？东南亚是现在一直以来所以跟各位讲东协的部分都一定要现在去先插旗，先去发展。谁在东南亚那个地方取得一席之地，他未来的家族这个35年、50年以上都可以安稳度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东南亚你有足够的物产，粮食是保够，天然物资保够，加上你跟中国并没有产生敌对的态势，所以是说你可以在那个地方获得很长期的一个成长。所以说这个未来东南亚系列都可以受到中国的一些他所需要分担出去的一些工业外溢，还有他们的一个贸易外溢的状态。所以东南亚不要说从2025啦，你从2023年开始都会蒙受这些好处它可以开始得到一些帮助，慢慢都会成长起来，绝对是好的，好吗？新马泰是东协嘛，东协那么多国总会有的，好吗？我说对于值年卦是否相信？你问我卦相不相信？你是挑战我的专业是不是？你问我卦相不相信？我算的我相信了。
好不好？我相信，我不用相信别人，我相信我，对不对？我拜了，我膝盖磕了，头磕破了，膝盖跪伤了那么多老师，对不对？我拜师来就是专业，专业告诉你，我说的我相信，我说的我背书，我不是我说的，你就自己相信就好了，好不好？好不好啊？感谢各位哈，跟各位多借15分钟的时间啊。那最后我们还是讲一下哈，那个流年批算服务啊，各位真的是希望啊，老师今年批的我自己都很满意啊，希望呢各位可以多多的来报名啊，那个交易时间呢都会控制在1周以内哦，那就各位可以得到我们的结果啊，应该只会更快，不会再拖啊。我们这次的老师设计了很多小程式来提醒老师，我哪边还没批到哦，所以说呢我就不用思考太久啊，现在下一个批什么，下一个批什么哦，系统直接跳出来，我自己写的系统自己来提醒我。哦，不是 AI 啦，我自己写了一些小程式来提醒我，我哪些地方没写到哦，那我就赶快写一写，这个就是可以的，好吗？那还有我们的那个下礼拜3哈，因为我们今天刚刚才通知到那个我们的网站系统的主机已经更新完毕了，下周3我们会公布我们2025年的点太岁、治白虎、官符，还有我们的一些药师灯各项灯种，我们会开始接受报名。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哎啊，就。